得罪了中国毫无意义。乌克兰这次又被西方国家耍了，援助正大幅下降。大家好，我是肖云华，欢迎收看云华观点。今天我们聊一聊西方国家大幅减少对乌的援助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呢？暴露出乌克兰哪些问题呢？近段时间以来，乌克兰以攻击核电站为要挟，对俄军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局势被陷入新的僵局。表面上看，乌克兰貌似找到了应对俄罗斯的办法，但是在战场之外，乌克兰所面临的局面却越来越不利。具体来看呢，乌克兰设立了台湾联络小组，如此挑衅的举动，无疑是在突破中国的红线，惹怒并得罪中国。天真的泽连斯基政府以为靠着得罪中国就能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可，然而现实也是打了脸。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如今已经是愈发的嫌弃。据参考消息网援引德国媒体的报道，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在过去的7月份，西方国家总共向乌克兰承诺了15亿欧元的援助。相比于前几个月的高额援助计划，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正在越来越小。而如果援助力度越来越小，那么对如今激战正酣的乌克兰军队而言，其不仅面临武器弹药的匮乏，更要面临无法支付军事费用的窘境。对整个俄乌战场而言，将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为什么西方国家如今开始逐步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呢？其实也不难理解。一个方面是因为西方国家如今自身难保，无力继续给乌克兰巨额援助。当前全球面临能源短缺、粮食短缺等一系列的问题，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因此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危机。国民早已经怨声载道，财政更是愈发艰难。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肯定不愿意继续给乌克兰送钱，即便是愿意给送钱的话，民众的怒火也难以抵消。另一方面，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确实是一言难尽。在俄乌冲突爆发的初期乌克兰的全面溃败尚能够理解，但是到了今天，在获得了西方国家大量武器援助和军事训练之后，乌克兰军队仍然难以阻挡俄军的步伐，这不得不让西方国家怀疑这种援助的有效性，减少援助自然也就理所当然了。先是想讨好西方国家，得罪了中国，如今又被西方国家嫌弃，援助力度大幅下降，乌克兰的一系列操作实属是投机不成18米，两边都没有讨到好处。而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也恰恰反映出当前的乌克兰在政治远见以及军事能力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正在逐步让乌克兰陷入被动局面，而且还会波及到俄乌冲突的正面战场。如果泽连斯基还不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不纠正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军事主张，那么乌克兰接下来的路只会越走越难，很有可能很快就走到尽头。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下次见。